先請你在心裡想象這樣一個畫面：一位頭髮已經花白的母親站在自家門口，看着孩子拎起行李，轉身走進電梯。電梯門緩緩合上，那個曾經在他懷裡吃奶，曾經抱着他的腿哭着不讓他去上班，曾經半夜發高燒讓他整夜不敢合眼的小小身影，如今已經是一個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家、自己的世界的大人了。門關上的那一刻，母親心裡忽然閃過一個念頭：這樣看着他離開，我這輩子還剩下多少次呢？其實這個念頭不只屬於這一位母親，它屬於天底下每一個做父母的人。當我們有一天忽然發現孩子已經長得比我們還高了，忽然發現他跟我們說話的時間越來越短了，忽然發現他有了一个我們插不上話的世界，我們心裡都會泛起同樣一陣說不清道不明的酸楚。那不是矯情，也不是多愁善感，那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曾經和自己血肉相連的生命最深的不捨。我們捨不得的其實不是孩子的長大，而是那一段一去就不再回來的緊緊相依的時光。而正是這份不捨，逼着我們去問一個平時不敢細想的問題：我和這個孩子的緣到底還剩多少？我又為這段緣做了什麼，留下了什麼？這個念頭說出來也許有點傷感，可它偏偏最真實。因為在佛法的眼裡，母子之間，父母與兒女之間，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也不是天長地久，而是一段有起點也一定會有終點的緣分。緣起的時候，一個生命住進了母親的身體，10月懷胎，一朝分娩；緣盡的時候，或許是白髮人送走了黑髮的孩子，或許是孩子跪在病榻前，看着自己的母親一點一點鬆開手。無論哪一種，這段被我們叫做母子的姻緣，總有一天會走到盡頭。那麼問題來了，在這段緣分還沒有走到盡頭之前，我們到底該完成哪些事，才不會在某一個再也回不去的夜裡，捶着胸口，紅着眼睛，說出那句人世間最痛的話：早知道我就好好陪陪他了，早知道我就不那樣對他了。今天這一集，我們就要非常深入也非常誠實的一起把這件事講清楚。佛法告訴我們，在母子緣盡之前，有3件事你一定要完成，做到了，這段緣分善始善終，不留遺憾；做不到，很可能就會變成拖着我們也拖着孩子，一世又一世都放不下的牽掛。在講這3件事之前，我們得先弄明白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個孩子為什麼偏偏會是你的孩子？你有沒有想過，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人，這麼多家庭，為什麼是這個小生命選擇了你的身體，選擇了你的家，喊你一聲媽媽，喊他一聲爸爸？佛在經裡講得很直白，人與人之間能夠相遇，本身就是一種緣，而緣有深有淺，有厚有薄，緣淺緣薄的變成路上擦肩而過的陌生人，緣分再深一點的變成同事，變成朋友，而緣分最深、最厚、最糾纏不清的，才會變成一家人，才會變成你的父母、你的兒女、你的枕邊人。所以老一輩人常說一句話：無緣不聚，無債不來。沒有那麼深的緣，你們今生連面都見不到，更別提在同一個屋檐下朝夕相處幾十年。民間有2句老話說得特別好：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意思是說，2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能夠同坐在一條船上，那是修了上百年才換來的緣分；而能夠結為夫妻，同床共枕，那更是修了上千年的福報。那麼能夠成為一對母子，一對父女，成為在血脈裡緊緊相連的一家人，你不妨想想，那該是修了多少世多少劫才換來的何等深厚的緣分。這樣稀有難得的緣，我們又怎麼捨得用一次次的爭吵，一次次的冷漠，一次次的不耐煩去把它一點一點的糟蹋掉呢？佛法裡還有一句話叫做人身難得，意思是我們能夠得到這樣一個人的身體，
來到這個世間走一遭，本身就像是茫茫大海裡那一根小小的針一樣，稀有的不得了。而在這稀有難得的一生裡，還能夠遇上彼此，做一場母子，這份緣值得我們用盡全部的溫柔去好好的善待。那這麼深的緣又是怎麼來的呢？佛法裡有一個說法，很多人聽過，卻未必真的往心裡去。佛說，兒女來到你家，不外乎4種緣，第一種叫報恩，第二種叫報怨，第三種叫討債，第4種叫還債。我們一個一個來看，你會發現這4種緣幾乎把天下所有的親子關係都說透了。第一種是報恩，這是過去世裡你曾經對這個生命有過恩德，這一世他帶着一顆感恩的心來投胎，來報答你。這樣的孩子就是我們俗話說的孝子賢孫。他從小就懂事，就貼心，就聽話，讀書不用你操太多心，長大以後對你又體恤又孝順，你會覺得養這個孩子怎麼這麼省心，這麼有福氣。這就是報恩來的。第二種是報怨，這是過去世裡你和這個生命結下過很深的怨仇，這一世他帶着這份未了的怨氣來到你身邊。這樣的孩子往往從小就和你對着幹，你說東他偏往西，青春期叛逆得讓你整夜睡不着，長大以後也常常做出讓你傷心，讓你難堪，甚至让這個家不得安寧的事。很多父母想不明白，我掏心掏肺對他，他為什麼就是不領情，為什麼就是要跟我作對？佛法說，這裡頭有前世的因，不是無緣無故，也不是偶然。第三種是討債，這是過去世裡你欠了這個生命的債，這一世他來把這筆債討回去。欠的少的，也許孩子養到3歲5歲，你花了不少錢，操了不少心，忽然一場病，人就走了。你在那裡肝腸寸斷，其實是他的債討完了就走了。欠得多的，可能一直供養到大學畢業，眼看就要成家立業，能為你分憂了，卻突然離開了人世。做父母的捶胸頓足，說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拔大，你怎麼就這樣狠心走了？可在佛法的眼裡，這是一筆賬，賬結清了，緣也就盡了。講到討債這一種緣，我要特別停下來，對那些曾經白髮人送黑髮人，曾經失去過孩子的父母說幾句話。佛法講討債，講債了緣盡，絕對不是要冷冰冰地告訴你，你的孩子只是來討債的，走了就走了，不必難過，不是這個意思。佛法的本意恰恰是慈悲，是想給那顆碎成千萬片的心一點點可以喘息的地方。當一位母親日日夜夜想不通，為什麼老天爺這麼狠，要奪走他的孩子，這份想不通本身就是一種折磨。而佛法告訴他，孩子的來和走都有他背後的因緣，這不是你的錯，你已經用盡了全部的愛，好好的陪他走過了這一程。那個孩子帶着你給他的愛，了了他這一世的緣，走了，你們之間那份情並沒有白費。你若真的愛他，就更要好好的活下去，多做一些善事，把功德回向給他，讓他在另一個地方也能因為你的這份念想過得更好。這才是佛法講因緣，講討債，真正想帶給我們的那份苦難中的安慰。第4種是還債，這是過去世裡這個生命欠了你，這一世他來還你的債。還債的孩子對父母在物質上會照顧得不錯，欠得多的就对你供養得很優厚，讓你晚年不愁吃穿；欠得少的也許就只是勉強讓你過得去，多一點都不肯给。可是這樣的孩子往往有一個特點，他給你錢，給你東西，卻未必有那份真心的恭敬和熱乎的孝心。他把奉養父母當成一件必須完成的任務，而不是發自內心的情感。講到這裡，也許你已經在心裡悄悄地對號入座了。你會想起你的某一個孩子，怎麼從小到大都那麼讓你省心，那麼疼你，貼你的心，是不是就是來報恩的？你也会想起另一個孩子，怎麼從小就跟你合不來，讓你操碎了心，掉不完的眼淚，
是不是前世結過什麼樣的怨？你甚至會想起那個早早就離開，讓你痛到今天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只是來把一筆看不見的舊賬討完就走了？這些念頭會讓我們對孩子的很多行為忽然有了一種全新的理解。原來那些讓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親子緣分，背後都藏着一段我們這雙肉眼看不見的因果。你聽到這裡，也許心裡會咯噔一下，是報恩還是報怨？是討債還是還債？好像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我們什麼都改變不了。如果真是這樣，那今天這一集也就不用講了。可是佛法最了不起也最慈悲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佛從來沒有說缘是死的，是改不了的。佛說緣是活的，是可以轉的。這句話是今天所有內容的關鍵，請你一定要記在心裡。過去結的是什麼緣，我們沒有辦法回頭去改。可是這一世，這段緣要走向哪裡？是繼續糾纏成惡緣，還是化解成善緣，甚至升華成法緣？這個主動權就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換句話說，一個本來是來抱怨的孩子，來討債的孩子，如果你懂得用智慧、用慈悲、用正確的方式去對待他，去引導他，那份怨可以慢慢化解，那筆債可以慢慢了結。原本要一世一世相互折磨的惡緣，就在你這一代被你親手轉成了善緣。這才是為人父母最大的功德，也是這段母子緣最值得我們去經營的地方。其實佛法對於母子這份緣還有一層更深更遼闊的看法，說出來會讓很多人聽了心頭猛地一震。佛在經裡講，我們每一個人從無始以來，一生又一生的輪迴當中，早就已經有過數也數不清的父母。天地之間一切的眾生，在這漫長的生死流轉裡，都曾經做過我們的母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說，我們今生的這位母親，用她的10月懷胎，用她的一把屎一把尿，對我們有天大的恩德。而在過去無量無邊的生命裡，還有無量無數位母親，也曾經用同樣的深情，同樣的辛苦，把我們生下來，一口一口餵大。他們每一位對我們的恩，都和今生的母親一樣重，一樣深。想通了這一層，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眼光就會完全不一樣了。修學佛法的人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課，就叫做知母、念恩、報恩。第一步，知母，就是了解到眼前這些和我們擦肩而過的众生，在過去某一世裡，很可能都曾經是那個疼我、愛我的母親。第二步，念恩，就是常常靜下心來去思維母親對兒女那份說也說不盡的恩德。第三步，報恩，就是從心底真真切切地升起一個念頭，我要好好報答，不只報答今生的母親，也報答一切如同母親一般的眾生。你看，一份小小的母子情，只要往深了走，竟然可以一路走到對天下所有生命的慈悲。這就是佛法的偉大之處。而我們今天要講的這3件事，說到最根本，其實就是我們報答母親，報答兒女，也報答這一整段來之不易的緣，最實在也最不能再拖延下去的方式。明白了緣分的來龍去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母親对孩子的這份恩到底有多重。這一點佛在《父母恩重難報經》裡講得字字血淚。佛說，一個母親懷胎要經過將近10個月的辛苦。第1個月，胎兒像草上的一滴露水，早上還在，中午也許就散了，隨時可能保不住。到了第5個月，孩子在母親腹中漸漸長出5臟6腑。到了第6個月，眼耳鼻舌這些器官一一開通，孩子越長越大，母親覺得身子像壓了一座山一樣沉重。孩子在肚子裡動一動，踢一踢，母親就心驚膽戰，卻又滿心歡喜。到了臨盆的那一天，母親要承受像1000把刀在攪動，像萬把刃在穿心一樣的劇痛。
才把這個孩子生下來。生產的那一刻是母親離死亡最近的一次。佛把母親的恩德歸納成10種：第一，懷胎守護的恩；第二，臨產受苦的恩；第三，生下孩子寧可忘掉自己所有痛苦的恩；第四，把苦的自己咽下去，把甜的留給孩子的恩；第五，孩子尿濕了，母親把乾的地方讓給孩子，自己睡在濕冷處的恩；第六，用自己的血化成乳汁，一口一口哺育孩子，孩子一天天胖了，母親一天天瘦了的恩；第七，替孩子洗刷髒污，不嫌臭不怕髒的恩；第八，孩子出遠門了，母親倚着門望穿秋水，流着眼淚思念的恩；第九，只要孩子受一點苦，母親就恨不得替他去受的恩；第十，這份憐愛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沒有窮盡的恩。你有沒有發現，這10種恩我們小時候一樣都沒有少地受過，可是我們長大以後又還記得幾分呢？我們就挑其中幾種，慢慢的再細細體會一遍。那第5種叫回甘救失，你能想象嗎？在還沒有纸尿褲的年代，孩子半夜尿濕了整张床，母親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孩子輕輕挪到乾爽的一邊，然後自己睡到那片又濕又冷的地方去，一夜又一夜，年復一年，都是如此。那第6種叫哺乳養育。佛經裡說，母親的乳汁是她身上的血變成的。一個孩子從呱呱墜地到斷奶長牙，要喝掉母親身上多少的血水，才能一天天長壯。孩子越長越結實，母親卻越來越憔悴。那第8種叫遠行意念。等孩子長大了，出遠門了，母親就一個人倚靠在門邊，一遍又一遍地朝着孩子離開的那個方向張望，望到眼睛都花了，望到天都黑了，還捨不得回屋。這些場景是不是聽着很熟悉？因為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母親真真切切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路。他們從來沒有喊過一聲苦，也從來沒有跟我們算過一次賬。有一句話說盡了天下兒女的無奈，也說盡了天下父母的悲涼。這句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樹想要靜下來，可風偏偏不停地吹。兒女終於懂事了，想要好好孝敬父母了，父母卻已經不在了。我們仔細想想，自己這一生是不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小時候，我們像個小尾巴一樣，天天纏着爸爸媽媽，一刻都不肯離開。上了學，我們忙着讀書，忙着考試，忙着和同學玩，跟父母漸漸有了距離。工作以後，我們忙着打盼，忙着應酬，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電話越打越短。等到自己也結了婚，有了孩子，我們一邊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着父母當年的辛苦，一邊卻繼續冷落着那2位一天天老去的人。他們的背一年比一年驼了，他們的眼一年比一年花了，他們的耳朵越來越聽不清了，他們已經沒有力气再像小时候那樣骂我們了，因為他們老了。而我們常常要等到那個曾經為我们遮風擋雨的人真的走了，再也回不來了，才在某一個深夜痛徹心扉地明白，原來我早就知道要孝順，卻始終沒有真正做到。原來來日並不方長。所以你看，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這3件事我們一定要趁着緣分還在的時候趕緊去完成。因為母子這段緣，它的盡頭不一定是在很遙遠的將來，它可能就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裡，可能就在一次沒能及時發現的病痛裡，可能就在我們一次次覺得反正以後還有機會的拖延裡，悄悄地走到了終點。而且緣分的盡頭也不只有生離死別這一種，有一種盡是人還在，心卻早就散了。父母和孩子之間因為一次爭吵，一個誤會，一筆算不清的錢，一句說得太重的話，從此心裡結下一個死結，見面也不說話，說話也是刺，明明血脈相連，卻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這種緣雖然沒斷，可它其實已經名存實亡了。這
是另一種更叫人心痛的缘盡。所以我們一定要非常清醒地認識到一件事，母子緣的盡頭其實一直都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常常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它藏在父母鬢角又多出的一根白髮裡，藏在他們爬樓梯時越來越慢、越來越喘的腳步裡，藏在他們開始忘東忘西，開始翻來覆去重複說着同一件往事的時候。時間這把無情的刀從來不會提前跟我們打一聲招呼，我們總以為還有明年，還有下一次，還有很多很多個以後。可是人生最殘忍的一個真相就是，這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向我們保證，那個我們心心念念的以後就一定會來。等一等的心情，我們每個人都有，可是緣分這個東西，它偏偏最不等人。其實我們今天講的孝順，講的珍惜這段緣，和很多人心裡想的不太一樣。很多人一聽到孝順，第一個感覺就是沉重，覺得那是一種還也還不完的債，是一種壓在肩上讓人喘不過氣的義務。可是在佛法看來，好好對待父母，好好珍惜和兒女的這段緣，並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難得的修行，更是一種能讓我們自己的生命變得柔軟、變得圓滿的福氣。當我們用心去愛，用心去陪伴，用心去化解的時候，我們不只是在對別人好，我們同時也在一點一點地磨掉自己心裡那份自私、那份計較、那份冷漠和堅硬。我們的心會在這個過程裡慢慢地變得越來越寬，越來越暖。所以接下來要講的這3件事，表面上看是為了孩子，為了父母，可到最後你會發現，真正受益最深的其實是我們自己。這就是佛法所說的自利利他兩全其美的道理。好，鋪墊了這麼多，現在我們終於要來講，在母子緣盡之前，你一定要完成的這3件事了。請你一定要聽到最後，因為越到後面越重要。第一件事，把心裡的那個結親手解開，把積了多年的那份怨徹底放下。我們剛才講過，兒女的緣裡有抱怨，有討債，也就是說，母子之間有摩擦，有矛盾，有那種一提起來就堵得慌的心結，其實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天下沒有幾對父母和孩子是從頭到尾一點芥蒂都沒有的。也許是你當年為了生計，把年幼的他丟給老人帶，他心裡一直覺得你不要他。也許是他年輕的時候不聽你的話，做了讓你賠上半生積蓄的錯事，你到今天都無法原諒。也許只是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小事，日積月累變成了橫在你們之間的一堵牆。佛法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道理，當一段緣裡帶着怨，如果我們不去化解它，而是一直放在心上，一直計較，一直不平，那我們其實是在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我們是在給這段惡緣繼續添柴加火。這一世的怨如果沒了結，它不會憑空消失，它會像一條看不見的線，把你和孩子牽扯到下一世，下下一世，讓你們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一次又一次的相互傷害，冤冤相報，沒完沒了。反過來，佛也給了我們一條出路。佛說，遇到惡緣，遇到那些讓我們難受，讓我們憤憤不平的人和事，最有智慧的做法是用善巧方便把它化解掉。別人怎麼對不起我，我都不再放在心上，就當它沒發生過一樣。當我們心裡真的沒有了怨恨，沒有了不平，這筆賬就算結清了。賬結清了，惡緣就了了，善緣才有機會升起來。能夠把惡緣轉成善緣的人，才是真正聰明、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把心結解開，把怨放下，這第一件事，它其實是一種布施。在佛法裡，布施有3種，一種是拿錢財物質去幫助別人，叫財布施；一種是把佛法的智慧告訴別人，叫法布施；還有一種是給別人安慰，給別人力量，讓別人的心不再恐懼，不再痛苦，這叫無畏布施。當你放下對孩子的怨，主動去解開那個結的時候，
你其實是在給這個家做一次最深的無畏布施。你把彼此心裡那份沉甸甸的、見了面就緊繃的恐懼和敵意，一點一點卸了下來。怎麼做呢？其實不難，難的是那一點放下身段的勇氣。也許就是找一個平常的午後，倒2杯茶，坐下來，把那件憋了很多年的事輕輕地說開。也許就是一句“當年是媽媽對不起你，是媽媽沒做好”。也許就是一個擁抱，一個原諒的眼神。你會發現，很多我們以為天大的願，一旦說開了，一旦放下了，其實也就那麼回事。而那份放下之後的輕鬆，那份母子重新貼近的溫暖，是多少錢都換不來的。我知道，講到這裡，一定有人會在心裡反駁，道理我全都懂，可是那個結真的太深了，那份怨我真的放不下。他當年做的那件事，把我傷得太重了，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原諒他。如果你心裡也有這樣一個聲音，我特別能理解你。放下從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可是我想請你換一個角度想一想，你死死地抓着這份怨不肯放手，這麼多年了，被他折磨得最苦，睡不好覺，吃不下飯的，究竟是誰？是那個也許早就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的人，還是每一個深夜裡都在反反复复咀嚼着這份痛的你自己？佛法講放下，並不是要你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更不是要你認定對方一點錯都沒有。放下是你自己做出一個決定，我不要再讓過去的那件事繼續傷害現在的我了。放下怨的那一刻，你不是原諒了他，你是解救了你自己。你親手把那個被困在痛苦裡整整好多年的自己從牢籠裡放了出來。而當你自己真正自由了，你和孩子之間那道又冷又硬的牆也就自然而然地塌了下来。請記住，做父母的往往是那個更有智慧也更該先低头的人，因為孩子是我們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這份緣是我們的責任。在緣分還沒盡之前，親手把心結解開，別讓一份本可以化解的怨變成2個人一輩子甚至好幾輩子的遺憾。而且你解開的其實遠遠不只是你和這一個孩子之間的結。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家庭裡的怨氣是會傳染會遺傳的。如果你和孩子之間一直劍拔弩張冷言冷語，那麼你的孩子很可能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學會用同樣的方式去對待他自己的孩子。這份怨就這樣一代一代的往下傳。反過來，當你在你這一代親手把這份怨畫上了句號，你其實是給你的子子孫孫都積了一份大大的福。你讓這個家的氣氛從此變得溫暖，變得柔軟。你的孩子會記得，在最僵的时候是媽媽先伸出了手，他也会把這份寬容，這份先低頭的智慧學了去，用在他自己的家裡。一個結解開了，一整條線上的人都跟着鬆了口氣。這就是化解一份怨罪深遠的功德。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把你對孩子的愛好好的說出口，把你能給的陪伴趁着現在給足。這件事聽起來最簡單，卻是最多人做不到，也最容易留下遺憾的一件。我們中國人，尤其是老一輩的父母，有一個很深的習慣，就是愛在心裡，口難開。我們對孩子的愛深得像海一樣，可我們就是說不出來。我們把愛藏在一頓熱騰騰的飯菜裡，藏在一句別忘了加衣服的嘮叨裡，藏在半夜偷偷幫他掖好的被角裡。我們以為孩子總会懂的，可是很多时候孩子並不懂，或者說他要等到很多年以後，等到自己也做了父母才慢慢懂。而那個時候我們也許已經沒有機會親口告訴他了。佛法裡有一個特別溫暖的教導，叫做無財七施，意思是說，就算你1分錢都沒有，你也能做7種布施，而且每一種都能為你也為別人帶來福報和歡喜。這7種布施簡直就是為我們每一位父母
量身打造的陪伴指南。第一種叫眼師，就是用一双充滿慈愛的眼睛去看你的孩子，不是挑剔的眼神，不是失望的眼神，而是那种无論你变成什麼樣，在我眼裡你都是最好的溫柔目光。第二種叫和顏悅色師，就是給孩子一張和善的帶着笑的臉，不要總是板着臉皺着眉，你的一個微笑就能讓孩子一整天都覺得心裡踏實。第三種叫言辭師，就是多對孩子說好話，說暖心的話，說鼓勵的話，一句你辛苦了，一句有媽媽在呢，一句我為你驕傲，勝過千言萬語。第四種叫身師，就是用你的身體力行去幫孩子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替他分擔一點辛勞。第五種叫心師，就是用一顆真正為孩子着想的心去體貼他，去理解他，去感受他的難處。第六種和第七種是把座位和住處讓給需要的人，是一種待客待人的寬厚。你看這7種布施，哪一種需要花大錢，哪一種需要什麼特別的本事？一個慈愛的眼神，一張溫和的笑臉，一句貼心的暖話，一次默默的幫忙，一顆將心比心的體諒，這些就是我們能給孩子最珍貴的精神布施。而這一切的核心只有2個字：陪伴。可是說到陪伴，這裡頭也大有學問。真正的陪伴並不是人坐在一起，心卻各自飛在天邊。你去看看現在多少家庭，一家人圍着同一張桌子吃飯，每個人卻都低着頭盯着自己手裡那塊發亮的熒幕，一頓飯吃下來沒能說上幾句真心話。那不叫陪伴，那只是幾個人恰好待在同一個空間裡而已。真正的陪伴是你願意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把你全部的注意力都交給眼前這個人，是你看着他的眼睛，真心的想知道他今天過得好不好，累不累。是他在說話的時候，你沒有急着打斷，沒有急着教訓，也沒有急着給一堆他根本不想聽的建議，你只是靜靜的听，讓他真真切切地感覺到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打從心底在乎他的喜怒哀樂的。這樣的陪伴，哪怕只有短短的半個小時，也比那種心不在焉人在心不在地耗上一整天要珍貴100倍1000倍。我們常常有一個很大的誤會，以為孝順，以為親情就是給錢，就是買東西。做兒女的覺得每個月給爸媽打了錢就算盡了孝，做父母的覺得給孩子留下一筆錢，一套房就算盡了責。可是有一個故事，很多人聽了都會沉默。有一個在外地打盼的年輕人，事業有成，每個月都給老家的父母寄很多錢，換季了還給他們買最好的衣服。可是有一次他4年沒有回家，等他終於想起要回去看看的時候，家裡的老人已經悄悄地走了。他說他這一輩子最大的痛不是別的，就是子欲養而親不待。他終於明白，給父母多少錢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能常常回去坐在他們身邊陪他們说說話，那才是最重要的。這個故事之所以這麼叫人心痛，是因為它太普遍了。我們身邊甚至我們自己可能都在重複着同樣的模式。我們常常把最好的耐心，最溫和的臉色都給了客戶，給了同事，給了那些其實不太相干的外人，卻把最壞的脾氣，最不耐煩的態度，最尖銳的話統統留給了那個最愛我們也是我們最愛的家人。我們對外人的一點點好能記在心裡很久很久，可對家人幾十年如一日，像空氣和水一樣的付出，我們卻覺得那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等到有一天真的失去了，才猛然驚覺，原來我們虧欠他們的是那麼多，多到這一輩子都再也沒有機會償還了。人到了緣分的最後，其實有4句話是無論如何都要趕在盡頭來臨之前親口說出來的。第一句是謝謝，謝謝你來做我的孩子，謝謝你陪着我走了這麼長的一程。第二句是對不起，當年我對你發過的火，說過的重話，那些做得不夠好，傷過你心的地方，請你原諒我。
第3句是我愛你。這3個字，我們對外人也許還說得出口，可對着最親的家人，卻常常一輩子都卡在喉嚨裡，怎麼也吐不出來。第4句是你要好好的，無論將來我還在不在你身邊，你都要好好的。這是媽媽這輩子最大的心願。這4句話說起來簡簡單單，可有多少人就是因為一次次的覺得難為情，一次次的想着以後再說吧，最後把他們永永遠遠的咽回了肚子裡，變成了午夜夢回時怎麼擦也擦不乾的眼淚。所以別再等了，趁着他還聽得見，趁着你還說得出，把這幾句藏在心底最深處的話好好的說給他聽。所以第2件事，我請你一定要趁着現在去做，趁着孩子還愿意听你唠叨，趁着你還能清楚地叫出他的名字，趁着你們還能坐在同一張飯桌上，把那句藏了一輩子的我愛你，我為你驕傲說出口。趁着還走得動，多去看看在外地的他，趁着他回家的时候放下手機，關掉電視，好好的看着他的眼睛，聽他說說他的生活。別再說以後吧，別再等有空吧，因為母子這段緣最經不起的就是等。你以為的來日方長，很可能就是後會無期。講完了前2件事，我們來到今天最重要也是境界最高的第3件事。前2件是化解過去的怨，是給足當下的愛，而這第3件是為孩子的未來，也為你們這段緣的來世種下一顆真正的善因。第3件事，為你的孩子指一條光明的路，傳一盞不滅的燈。也就是說，把善良，把智慧，把面对人生和生死的力量作為你留給孩子最寶貴的遺產，親手交到他的手上。我們剛才反復講到，佛法最核心的一個智慧是緣可以轉，而轉緣的最高明的方式就是把家人之間的血緣親情升華成一起追求覺悟，一起向善向上的法緣。佛在經裡打過一個比方，如果你能把一個本來是報恩、報怨、討債、還債來的孩子，通過你的言傳身教，慢慢的教導他，引導他，讓他從一個普通人變成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明理的人，一個有智慧、懂因果、心裡有光的人，那你對他的這份恩德是無法計量的，因為你給他的不再是這一世的吃穿用度，而是生生世世都能受用的安身立命的根本。這就是3種布施裡被稱為功德最大的那一種法布施。財布施只能解決一時的困難，你給孩子的錢總有花完的一天，你給孩子的房也護不了他一輩子的周全。可是如果你能把一種善良的品格，一種豁達的心態，一種相信善有善報，相信凡事都有因果的信念，一種面对挫折不倒下，面对无常不慌亂的智慧，種進孩子的心裡，那這份禮物會像一盞燈一樣，在他往後幾十年的人生裡，在他每一個孤獨的、害怕的、走投無路的夜裡，一直亮着，為他照路。你可能會說，我又不是什麼高僧大德，我也講不出什麼大道理，我怎麼給孩子傳法呢？其實真正的傳法從來不是靠嘴巴講經，真正的傳法是靠你自己活出来的樣子。一個心裡有慈悲的母親，她對街邊的乞丐多一分善意，孩子看在眼裡，就種下了一顆慈悲的種子。一個懂得因果的父親，他一輩子不占別人的便宜，不做虧心的事，做人堂堂正正，孩子耳濡目染，就學會了什麼叫問心無愧。一個面對生活的種種苦難還能保持平和，還能笑着說沒關係，會過去的母親，她本身就是給孩子上的一堂最好的關於堅強和智慧的課。你在佛前的一炷香，你嘴裡的一句佛號，你遇到事情時的那份不慌不忙，你對這個世界始終抱有的那份善意和感恩，孩子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這就是最深的言傳身教，這就是父母能傳給孩子的最了不起的那盞燈。也許你聽到這裡
又會忍不住擔心，我自己這一輩子過得也並不順遂，也走過不少彎路，做過不少錯事。我這樣一個不完美的人，又有什麼資格去給孩子傳什麼燈呢？如果你這樣想，那你可能是誤會了傳燈這2個字的意思。傳燈靠的從來就不是完美，恰恰相反，一個曾經跌倒過、犯過錯、走過冤枉路，卻依然咬着牙站起來，依然努力向善的父母，才是給孩子最真實也最有力量的一堂課。你根本不需要假裝自己一輩子都沒犯過錯，你完全可以坦坦蕩蕩地告訴孩子，媽媽當年在這件事情上做錯了，吃了很大的虧，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我把這個教訓告訴你，是希望你将來不要再走一遍我走過的錯路。你這一份敢於面對自己的錯誤，還能夠承認，能夠悔改，能夠回頭的勇氣，本身就是一盞最亮、最暖的燈。孩子從你身上學到的，不是一個高高在上、完美無瑕的神，而是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如何在這個充滿了缺憾和無奈的人生裡，依然選擇善良，依然沒有放棄自己，沒有放棄希望。這才是最珍貴也最动人的傳承。而且這件事還有一層更深的意義。人生在世，最終每個人都要面對一件事，就是生死，就是無常。父母也好，孩子也好，這段緣終究要在某一次生離死別中畫上句點。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就從父母身上領受了關於善良、關於因果、關於放下、關於生命本來就有聚有散的智慧，那麼有一天，當他真的要面對和你分別的那一刻，他不會只有無盡的崩潰和恐懼，他會懂得這是緣分自然的流轉，他會用你交給他的那份豁達，好好的送你一程，然後帶着你留給他的那盞燈，繼續堅強的把自己的人生走下去，也把這份光繼續傳給他的孩子。你看，這樣一來，母子的緣就不再只是這短短一世的相聚，這份善，這盞燈會順着血脈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你這一世沒有機會做完的事，你的孩子會替你繼續；你這一世沒有還完的情，會化成無盡的善的循環。這才是真正的不留遺憾，這才是把一段有盡頭的緣活成了一份無窮盡的功德。講到這裡，也許還有人心裡藏着一個更深的痛。你會說，可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孩子已經不在了啊，這3件事我還來得及嗎？我想告訴你，只要你心裡還有那份愛，那份念想，就永遠都來得及。佛法裡有一個非常慈悲也非常殊勝的法門，叫做回向。意思是，我們今天做的每一件善事，每一份功德，比如放生，比如布施，比如念一句佛號，念一部经，我們都可以在心裡把這份功德恭恭敬敬地送給我們那位已經離開的親人。這份心意，這份功德的力量，真的能夠穿越生死的界限，讓另一個世界的他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過得更安穩，更光明。所以你看，母子這段緣，哪怕在這一世畫上了句點，其實也並沒有真正的斷掉。只要活着的這一方還願意為對方修福、行善、回向，這份愛就還在流動，這份緣就還在以另一種我們看不見的方式繼續。那些覺得自己來不及而終日活在悔恨裡的人，請你把那份悔恨化成行動，與其對着空氣流淚，不如認認真真的為他做一件善事，把功德送給他。這才是对逝去的親人最好的思念，也是把那份未了的緣繼續好好經營下去最有智慧的方式。好，我們把今天講的這3件事兒再完整的梳理一遍，請你一定要記牢。在母子緣盡之前，你一定要完成的第一件事是把心結解開，把怨放下，用一次真心的和解，把可能糾纏你們好幾世的惡緣，就在這一世親手了結。這是無畏布施給彼此的心
一份最深的安寧。第二件事是把愛說出口，把陪伴給足，趁着緣分還在，用眼詩，用和顏悅色，詩用言辞詩，用一句我愛你，用一次不看手机的相聚，把你这一生对孩子的深情實實在在的交到他手上。這是精神布施，是這段緣裡最溫暖的底色。第三件事是指一條路傳一盞燈，用你自己活出來的善良和智慧，為孩子種下一顆生生世世都能受用的善因，把血緣升華成法緣。這是功德最大的法布施，是讓這段有盡頭的緣通向無盡的光明。你有沒有發現，這三件事其實是一個完整的過程？第一件，解開心結，是在處理過去，把那些積壓在漫長歲月裡的怨和結好好的一筆勾銷。第二件，給足陪伴，是在把握現在，趁着當下這一刻還握在手裡，把愛實實在在的交出去。第三件，指路傳燈，是在照亮未來，為孩子也為這段緣的來世種下一顆永恆的善因。過去、現在、未來，這三件事剛好把我們和孩子之間這一整段緣從頭到尾完完整整的經營了一遍，做到了這三件事。有一天，當你回過頭去看這一場母子緣，你就可以問心無愧地對自己說，這段緣我沒有辜負，我真的盡力了。而人活這一生，能夠對一段自己最看重的緣分說出我盡力了這四個字，就已經是天大的圓滿，天大的福氣了。也許有人聽到這裡會覺得，講了半天緣起緣滅，講了半天緣分終有盡頭，是不是太悲觀太傷感了？其實恰恰相反，佛法講無常，講緣有聚散，從來不是要我們消極，要我們難過。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這段緣是有限的，是會結束的，是不會永遠都在的，我們才會懂得眼前和孩子相處的每一天，每一頓飯，每一次通話，每一個擁抱，都是多麼稀有，多麼珍貴，多麼值得我們用整顆心去珍惜。一個真正懂得佛法的人，面對母子這段緣，心裡是很通透，也很自在的。一方面，他會用盡全力去完成這三件事，去愛，去陪伴，去化解，去引導，不留一絲一毫的遺憾。另一方面，當緣分真的走到盡頭的那一天，他也能坦然接受，隨緣放下，不執着，不強求。他知道，來的时候好好珍惜，走的时候安然放手，這才是對一段緣分最圓滿、最有智慧的態度。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同時活在兩種身份裡，我們是自己孩子的父母，也是自己父母的孩子。所以今天講的這三件事，你不但可以用在你和孩子身上，也請你回過頭想一想，你和自己父母之間，那個生你養你，如今可能已經白髮蒼蒼，行動遲緩的老人，你和他之間是不是也還有一個沒解開的結？是不是也還有一句沒說出口的謝謝，沒說出口的對不起？是不是也還有太多你一直想陪，卻總說以後再說的時光？如果你的父母還在，那麼恭喜你，你還來得及。放下手機，撥通那個電話，或者找一個周末回一趟那個叫做家的地方，你會發現他們要的其實很少，不過就是想多看你幾眼，多聽你說幾句話，而你能給的也不難，不過就是把今天講的三件事用在他們身上，趁着風還沒有把樹吹倒，趁着親還在，好好的去養，好好的去陪，好好的把那份愛說出口。我常常在想，人和人之間所有的緣分裡，母子這一段也許是最不對等的一種。在我们最小、最无助、什麼都不會的時候，是母親用她的全部把我們一點一點托舉了起來，而當她走到最老、最脆弱、最需要人的時候，我們卻常常太忙、太累，抽不出那一點點時間回過頭去穩穩地接住她。這份不對等是天下父母心甘情願的付出，
卻也常常變成天下兒女來不及彌補的虧欠。可是佛法告訴我們，只要緣分還在，只要那個人還在，一切就都還來得及。哪怕只是一通報平安的電話，哪怕只是一頓陪他們慢慢吃完的飯，哪怕只是一句我們平時羞於說出口的“媽，謝謝你，辛苦了”，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放在緣分的天平上，都重得超乎我們的想象。說到這裡，其實還有一個更高的境界，值得我們慢慢去體會。佛法講布施，講付出，最圓滿的一種叫做三輪體空。意思是說，當我們把愛給出去的時候，心裡並不去記掛我是那個施予的人，你是那個接受的人，我給出去的又是多麼貴重的東西。真正最高的愛是給了就給了，不放在心上，不掛在嘴邊，更不會有一天翻出來一遍一遍地跟對方算舊賬。你有沒有發現，天下的母親恰恰就是這樣愛我們的？她為我們熬過的夜，操過的心，受過的那些苦，從來沒有跟我們算過一次賬，也從來沒有指望過我們將來一定要怎麼樣的報答她。這一種不求回報，不計得失的愛，才是這個世界上最接近佛菩薩慈悲的愛。而當我們也能夠學着用這樣一顆不計較的心去愛我們的孩子，去對待我們年邁的父母，我們就會慢慢發現，心裡那份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的苦，不知不覺間也就化開了，消失了。母子一場，父母兒女一場，說到底是一場很深卻也很短的緣。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在這段緣還在的時候，把該說的話說了，把該解的結解了，把該給的愛毫無保留地給了。願我們都不必等到某一個回不去的夜裡，才含着眼淚說那句早知道。願這一段來之不易的緣，善始善終，圓滿無憾。也願這份愛與善的光，能穿過生死，穿過歲月，一代一代永遠地傳下去。